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8.09，收盘价是276.5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9.97，最低价是在272.8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，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0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1 倍量缩。KD 值快线向水平方向转折，双线向上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快线又回到了慢线的下方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。我们也会看到当日出现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回档的 K 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这样的 K 线的线型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蜻蜓线。蜻蜓线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小于 2.5%， 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上影线很短，在上方。那通常出现蜻蜓线，它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， 通常在高档如果配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如果蜻蜓线出现在相对低档的位置，并且也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么它是变盘向上的一个信号 K 线。那么当日的这根蜻蜓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回档的位置，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说明当日在盘中股价是有支撑的。然后股价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相对高的位置，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那么成交量是量缩，那这样也说明股价的卖压并不重。那其实给出这些信息收盘在前一日最低的下方是要继续下行的信号，但是呢，生成含有长长下影线的 K 线呢，说明下方又有支撑，它有可能在当日的盘中就出现了一个止跌。对，所以这样的 K 线的线型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它给出了日后股价走势的不确定性，也就是说，日后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也有可能如果它是止跌的 K 线，那么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出现继续上行。那么重要的标志，我们就要关注日后股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站上将会继续上行。如果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下行。所以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90，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0的。那另外一个
预测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73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到达275之后，那股价会收在273。实际在7月6日收盘价是在276.54，当日是出现了回档。我们预测的回档的点位和实际发生的回档的点位相差较多，但是本质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它回补了一部分缺口，然后呢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那在本质当中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没有收在前低，也就是275的下方，这是本质上的略有不同的地方。那出现这样的现形，也就是回补了一部分缺口之后收盘又在前低我们指的是275，在275的上方，那说明当日这根 K 线在盘中就出现了止跌，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高开盘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上，也就确认这个止跌。当然要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才能够止跌成功。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一个低开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下行回补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前一日预测的一个回顾，包括出现这样现形的一个走势的分析。那么既然是上行和下行都有可能呢，我们先来看上行，因为毕竟蜻蜓线在盘中它出现了一个止跌的现象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84，也就是前高，是7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目前我们看连续2个交易日有上涨有回档，它的收盘价都没有突破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。那么上行依然是要站上前高，站上前高，也就是目前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对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我们会看到是314。314，我们说了，这是股价这一波上涨的真正的目标。在到达314之前，那当日7月7日当日 K 线和这个趋势线的焦点还是在294附近，它将成为一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标志。那么对突破它，那么股价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测试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14。对，这是特斯拉股价的下行趋势线的最后一根趋势线，所以这是重压力，也是重要的标志。我们在之前的几期视频都曾经重复过。好，那314被站上之后，再向上，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一个压力位，是384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的目标也是不变。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0，它是支撑位。对，它是起涨，在这个 K 线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之后起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，它只能称为支撑位。这是第一个目标。我们会看到，在7月7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到达了260，也到达了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强支撑。当然，我们强调强支撑并不是不能被跌破的，强支撑、强压力都是重要标志。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，会使
目前股价的趋势或者走势发生改变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目标其实是它真正的下行的目标，就是要跌破241，跌破了这个位置才能够重新回到空头的趋势。对，好，那么241如果被跌破，下方的接下来目标就是223，实际上这都是2个缺口，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到达260之前，会有5日均线值，会有缺口，会有10日均线值。那么在下方可以说，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一直到260，都是支撑位。我们一会儿在压力位和支撑位的说明当中，还会再说明这个具体的点位。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目标。那在7月7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76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，这是我们在前一日要关注的位置，就是股价看看是否能跌破前低275。对，我们把这条线上移到276，276是7月7日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中线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74，不是中线，是274到276。那276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对，不是中线，是上限。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就是股价一旦高开，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成为支撑，会推动股价上行。但是股价一旦低开呢，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压力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，去回补下方的缺口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276，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它上方运行呢，会有收高的可能性大，但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收低的可能性会大，所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有一个5%的做多的仓位，是在7月3日收盘价279.82进场的，实际可以操作的是在7月5日的盘前，应该比这个位置会更低，有5%的进场。那么在之前，在7月5日和7月6日，我们分别止损是守267和271，那因此目前这个仓位是没有被止损出场的，会继续持有。那么到了7月6日收盘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，因为收盘价跌破了前低，这是下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再加仓的。但是这个仓位没有被止损出场，会继续持有。那到了7月7日我们要给出一个止损位，我们要从原来的271这个位置要下移到260。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仓位是比较小，如果是这样的持仓是仓位是比较小的，股价又出现了回档，并且呢很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。我们也会看到20日均线值已经上来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回档呢，我们认为有可能股价会回踩20日均线值，然后再掉头向上。如果股价想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的话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止损位大幅的拉低到260。对于7月7日，其实我们守的并不是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守的是20日均线值，是在260附近。那股价只要不跌破20日均线值，在这个地方进场的
多头的仓位可以继续持有，我们等待股价出现回升之后，再继续加仓。但一旦日后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，要即刻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仓位的跟踪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如果在7月7日是低开盘，既会有空头加仓或者建仓进场，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60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回补位应该是在285附近。好，另外一个空头如果是高开盘，那么也会有空头在股价上升到达285附近的时候，会有空头进场或者加仓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同样是260，或者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或者是这根止跌 K 线的最低272。我们指的是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95附近，也就是他们如果股价突破了这个标志位，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才回补。当然也有可能是上方的300。那我们说股价一旦站上了285之后，一直到294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紧接着是有300关口，所以在这个位置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两个空头的操作的一个推演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，请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蜻蜓线的最高是280这个位置，或者我们可以把280和上方的前高284合并，这是一个压力区间，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当日 K 线和趋势线的交点在294附近。第三个压力是314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第一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74到276。然后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支撑就是这个缺口264到273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63到264。那我们会看到这几个区间是被连接上的。然后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60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。那虽然这些点位都是被连上的呢，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区分开来标记下来。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到底会在哪个位置会出现止跌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。如果出现反转向上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85，也就是出现新高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81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
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反转向上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。如果是继续回档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4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68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0附近。回档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，如果股价的最低到达了263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收盘会收在268这个位置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那这两个点位呢，我们会在文字说明当中会详细给出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